作茧跟做盐不一样，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诸位是专家，比我明白。过去我们冒险，因为我们没得可输。现在稍一不慎，5年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所以要慎之又慎。可瞻前顾后，最后会无所作为。旭东，你先听傅先生把话说完嘛。好，我退一步。作茧的事，先报批文可以，但不能实际操作。可不实际操作，洋人会怎么说？国人会怎么说？陈部长冒了那么大的风险，咱怎么向他交代呢？再说，如果有别的人插进来，那咱们今后的茧到底做还是不做？徐东啊，可是现在咱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就连最基本的计划步骤都没有，这不是无头苍蝇吗？谁说没有？先报批文，然后立刻登报，成立研究所，把全国的有识之士都招募过来。9大经验还有30万的资金，我想可以先拿这个钱作为报批资金。这么重大的事，必须通过董事会。可天南地北的，您把所有的董事都召集过来，那样就晚了，一共就7，现在已经过去1天。重大事务必须通过董事会，这是原则。作为董事长，我个人的意见是纯洁，9大现在不具备必要的条件，绝不能做。那我这个总经理做不做也没什么意思了。旭东，子英，他该冷静冷静了。还是个孩子，就非依你不可了。别忘了，你是在替9大的股东们当家。傅先生说的没有错呀，你基础没有打好，你怎么做茧？房子盖起来也是要倒掉的。什么是基础？我记得你曾经跟蔡元培先生争论过，他说应该先办好大学，你说应该先办好中小学。他说没有大学，那中小学的师资哪来啊？你说那没有小学，那有了大学，好学生从哪儿来啊？对吗？这本身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与其空口说，不如起来做。可这是两码事，道理是一样的。做好盐那是做茧的基础，做好茧反过来又可以提高做盐的技术。是，那你也可以好好的说嘛，怎么能够拂袖而去呢？不让我干了，好，那我不干，我辞职。范先生，让我跟旭东说2句。真的要走啊？舍得吗？不舍哪有这个？那要看舍什么又得什么了。你是9大公司的经理，至少可以支配9大账务下的资金吧？如果你一辞职，那半间厂的事才是彻底的泡汤了呢。你明白吗？对于傅子英来说，当年范旭东一往无前的去做盐的样子，深深地吸引着他，所以这次做茧，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支持范旭东。他相信着范旭东，也一直沉醉在那段时光里，无法自拔。但是所有人都在这件事情之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时代、命运跟所有人开了一个玩笑，
而吹响这次重大事件号角的，却是一个一直被人忽略的小人物。一直来了，小宝贝儿啊，来来来，祥子老爷了，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少爷，施总啊，行啊，当老爷了，排场不小吗？妻妾成群呐！少爷，去，您坐。少爷，您了怎么回来了？您了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少爷，您了千万别告诉老爷呀。您放心，我打小是您看大的，跟你比跟我爹齐。走，有人要见你。见我？谁呀？哎，少爷，谁呀？少爷，秦耀虽然死了，可您了的案子还没有结呀，还得多加小心呐。袁世凯都死了，又改朝换代，我怕这个。少爷，我看呐，您了先别回去，我再慢慢的跟老爷说说，等他心情好了，哎，您再回去见他。我回塘沽不是为了见他的，他都不认我了，我还认他这爹？哎，这糊涂话呀，哪有儿子不认爹的？我这几年有多惨，你是不知道啊。想当初不就是千把担粗盐吗？他要拿枪崩我，有这样爹吗？嗨，那不是老爷在气头上吗？行了，不说这个了。我要不做出天大的买卖，我就不是陈少廷。好样的，少爷！嘿，哎，买卖，嘛买卖？你放心，这回不是走私，正大光明的买卖。好。陈先生，哟，傅天俊、于德俊，你们来了。这是我给你们说的施总管。这，这是咱们九大最后的算什么了？你去找陈局长、陈部长，就说做检的事儿，我们答应了。我已经给陈部长打过电话，他会在财政部等你。款项这么大，董事长迟早就知道。知道也是命成舟的事儿了。事情我可以去办，但话我还得说。走出这一步，往后那可就是无底洞了。就算一切都顺利，3、5年之内，九大是要大把往里面扔银子的。这别到时候检没做成，眼也给偷垮。我知道，可现在没时间多想。拜托了。那个检场报什么名字？往后还不知道遇到多少难处，就叫永利，永远顺利。检查。好。哎，这就对了，旭东啊，我们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九大好啊。是，现在跟当初不一样了。当初卜内文和三井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头，我们还有机可乘。现在呢，九大是名声在外呀，他们要是动起手来，我们不全力以赴，怎么过得去呀？哎，傅先生说的对呀。现在你看，房山的铁路还没连通，九大也没有自己的码头，把这2件事情理清楚啊，那九大才不会后院起火呀。做检，咱们往后还有机会嘛？啊，范先生，爸，旭东不都已经答应了吗？你们俩就别再说了。都是你点的火药库。好，都怪我。哎，好歹呀，咱们也算没有白来啊。傅先生，那咱们这就回北京。哎，急什么呀？既然来了，就再待1天嘛。再说，
范先生也应该回去看看你母亲，徐姐姐也快生了，就是千忙再忙也得回去看看呀，对吧？对对对，哎，这样那咱明天再走。旭东，那咱们回家？回家。回家。白粗言，该跟我们老爷去谈，跟我可谈不着。您不答应，我们没法跟陈老板谈。这是哪门子话呀？我就是个管家跑腿儿的。石总啊，打开天窗说亮话，生意的事儿自然会有福田君去跟我爹谈，但是出货的时候，你得做到10+4。慢慢，我没听错吧？10+4买10斤粗盐去添4斤，这不打岔吗？石管家，请放心，塘沽盐工所有我们的人。再说，我们不会亏待你的。少爷，咱借一步说话。不用，就在这儿说。行，这个我做不到。除非你不想做。这也太损了！老爷要是知道了，非杀了我不可呀！他知道个屁！他能去海边一斤一斤的称吗？只要你做到10+4，别说9大的海皇星，就是部内门的洋盐，他也甭想往外卖。那咱这的芦台鱼上，岂不也没法卖了吗？早该完蛋了！500年前的玩意儿，连范旭东都斗过，留它干什么？于少尉，陈家不就成了一个大造户了吗？看来应该等你们自己商量好了，我们再来。哎，别！于都监副监军，哎，是姓陈，我是陈家3代单传的独子，我都不在乎，你在乎？你怎么就想着做奴才？少爷，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朝外拐呢？少他妈给我装正经！这事儿你又不是没做过，你在外边花天酒地那钱哪来的？你把我惹急了，我可告诉我爹！10+3，顶多也就这份儿上了。几年不见，雅芝是越来越能干了啊！可不是嘛，雅芝啊，把育婴堂打理得可好了，还在学校里面演新闻明戏呢，真的。以后育婴堂啊，还是找别人打理。等他结业之后，还是让他回厂里。范先生，我一直等着呢。那赶明儿呢，再给你找个好人家提个亲，你那表哥地下有灵也就放心了。哎，对，好人家，老太太你不要我了，咱们不都说好的吗？怎么又说到这档子事儿上了？妈，什么事儿啊？没事，来吃饭吃饭。傅小姐、傅先生吃饭。来。哎，要这酒呢？酒？忘了，我去拿啊！瞧瞧这丫头，赶紧吃菜来，尝尝这鱼。是9大的李竹臣先生吗？对，是我。陈部长已经等你很久了，请。好，请。好，我这就批。呈报时间要倒填1个月，这你知道吧？啊，傅小姐交代过。系统啊，来，别垂头丧气的，
检场不办是暂时的，不是永久不办。再说呢，咱们可以把化工研究所先办起来嘛。哎，对了，我呀给你推荐一个人，孙学务，留美化学博士，以前在哈佛大学教书。这个人，对，傅先生应该知道吧？啊，知道。他现在啊，在英国人的开滦煤矿当总化学师。这个人行啊，他认识很多专业人士，可以把他请来主持科研大局。那不就把伊先生彻底晾一边了吗？不是这个意思。人才不怕多，我们9大就是要把所有有志于化学工业的人才集中起来，只等监厂的批文一下，像孙学务这样的人才，我们就。大家吃啊！旭东，你把我们留在这里，是自己派人去了财政部了。胡先生，没用了，那30万已经付给财政部了。我也不知道，只是给了你们一颗红枣，还是给了你们一块火炭。这份批文，我要给英国人看，只有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你们那儿也要尽快上马，不能老是没动静，不然往后我也下不来台呀。您放心，9大有准备。你不用瞒我，我知道你们的质检技术还没过关，这30万资金，怕也是你们最后的家底啊。这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对，这2天我找过张检张先生，质检技术方面，他倒是有些头绪。张检先生也在做检，这我倒没听说过啊。苏州有个叫关元博的商人，半年前带了个叫陈条甫的化学硕士去找张检，说他们已经掌握了质检技术，想要筹资办检厂。那张检先生投资了？小规模的实验说是成了，但大规模的运用，张检也没底。他对化工不熟悉，所以委婉地拒绝了。哎，你们可以去找找这个陈条甫啊。陈部长，您这个消息可真是雪中送炭呐！就此理，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这是怎么回事啊？妈，你别管，你们，妈先回房间。妈，你胆子也太大了，这种事儿你怎么能够不经过董事会擅自而为呢？这是我出的主意，跟旭东没关系。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我就知道是你们俩坏的事儿。说句不好听的，你这是挪用公款呐！什么？旭东怎么会挪用公款呢？老太太，您别着急，范先生他不是那样的人。事已至此，我只能说对不起了。不过做检这颗种子，已经在9大种下了。你们总想着怎么向董事会交代，可你们没想过，到现在咱们国家连检都做不出来，那咱们做化工的怎么向国人交代？就是啊，你去看看吧。啊，雅芝，你在这儿陪老太太，我去。怎么了？师姐，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妈，要生了，要生了！你赶紧的去叫人去，赶紧的！你这话，这是2码事儿。范先生，徐姐姐，徐姐姐要生了，你快去看看吧。愣着干什么？打电话叫车呀！他没在。车呢？到北京去了。哪个女人不得过这一关呀？要疼就喊出来，要疼就喊出来。
傅小姐，你不进去看看呀？他现在该有多高兴呀！我替他们高兴。你说的是心里话，可又不是心里话。雅芝，你现在说话怎么也学会绕圈子了？不是我绕圈子，是你自己心里不敞亮。你明明喜欢范先生，可你就是不说。有的话不能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连我都看出来了。你像我也喜欢范先生呀，我给他做啥我都愿意。哎，傅小姐，你可真得抓紧了，不然你连二房都做不了。那就做酸，做碱，做化工，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了。让你受苦了。哪个女人不受这样的苦啊？这不你说的吗？回国这么多年，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那你以后就要好好补偿我和孩子。这工作要顾，家也要顾，要不然你老了你会后悔的。看着孩子慢慢从小长大的感觉，肯定很好。不过，老实讲，我好像还没准备好。可惜是个女孩，她会不高兴的。不，我和我哥哥都是小子，我妈早就盼着能抱孙女了。名字起好了吗？我怕你都没有时间想吧。别的事儿不想，这个事儿我还能不想？菩萨说，如意树上的果实永远不会掉下，而且越结越多。这叫于果恒时无尽，辗转增。就叫果恒吧，范果恒。果恒，事事如意的范果恒。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范旭东，1个月之前，财政部就给他们下了作检的批文了。这个范旭东啊，什么事都嫌我们一招。只是有人给他们投递了，那个郑金涛是他们的人，报告和批文日期肯定是到前的。做春检，他就是敢想他也不肯做。你的意思是，倘若我们不逼着他这一步，他还不会成立电厂啊？现在只有用汇丰银行的贷款阻止他们。Be rational. The English government still has other interests. It's not just because your company and this little government are having an argument. But you told us it could be done! Gentlemen, why don't we just change our way of thinking? You need 3 tons of salt to produce 1 ton of alkaline. Jingdang needs the rights to produce alkaline. You could set fire to the boat. Then what are they going to protect, the alkaline or the salt?你们三井公司也要买我的粗盐？对，我们三井和明社决定布局中国盐业。那要看价钱合适不合适了。就按市价。这么痛快？陈老先生，这是我们三井的友善姿态，希望也是与长芦盐商合作的开端。星辰呢？在。这事儿你去办。行了您了。
了吗？锁门了。哎呀，你干什么呀你？你说我干什么？5个铜板还给我。这钱进了盒子就不能拿出来，发个毒誓的，拿出来就拿出来！你屁眼长脓疮，你长脓疮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给我打听的事儿呢？多少天了都？这是你在容我慢慢打听打听。再说了，这阵子老跑天津给易先生买酒了，哪有时间呢？就是糊弄我骗我钱，你赶紧还我，不还把你衣服给你扒。哎呦，你别扒拉了，拢共就这么一件衣服，你不就是想娶杨雅芝吗？谁想娶杨雅芝了？我是你是什么？咱三粗大老爷们，敢想不敢做，你冤不冤呢你？害什么臊？这么多年咱俩朝夕相处，我连脚丫子都给你想到了。我跟你做个这么亲事好不行吗？你个小屁孩儿，这事你能说了算呢？怎么不能啊？是少堂哥让我替你们说亲的。少堂哥？什么时候？昨天。昨天呢？少堂死了都已经3年了。昨天托梦说的。总之我跟你说个成，不就行了吗？实话告诉你，其实少堂哥本来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还没有开口就已经死了。哎，那这亲事就更好说了。雅芝今年已经24了，我妈这年纪啊都有3孩子，我们也是为了雅芝好。来，3个大洋。什么3个大洋？给你说个成3个大洋，甭管少堂哥跟你说个什么，你要这门亲，非我这张嘴不可。你真才，这是谢美，你懂不懂规矩啊？你要是觉得贵，那就是看不起雅芝。哎，人家雅芝在你心里还不如3个大洋吗？我先给你1个大洋，你要真给我说成了，我再给你3个。这可是你说的，我说的。实验室的化验已经成功了，这个化学硕士呢叫陈条甫，苏州商人叫关渊博，我已经和他们联系上了，这2天他们就赶过来。既然已经做出来了，那张简先生为什么不给他们投资呢？陈部长说是张先生不了解化工。不管是不是这个实验真的做成了，那见面聊聊，这总是好事吧？可笑，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可笑的笑话。书中。不行，要不这样，我不占用厂里的资金和实验室，我在自己家里腾出一个地方做实验。如果技术成了，那技术归9大；如果不成，一切算我的，这样就行。技术我们可以不说，资金也可以不说，这2样就算都有了，做碱就能上马了吗？不是，您说什么？我刚才没听懂您的意思，什么？1吨碱3吨盐。工业用盐要不申请免税，9大就是有再多的钱也填不满这个窟窿。倘若补了门和3井再来个落井下石，我们就是满盘皆输啊！永利在襁褓当中就要被扼杀了。你都是做爸爸的人了，你看你，我做事是挺莽撞的，我知道细节之处，您比我考虑的周到。傅先生，这个工业用盐免税的事情，恐怕还得靠您到商业部上下走动走动。我不去走动，这30万都扔出去了，怎么跟这个股东们交代？我呀，劝你一句：做盐是船小好掉头，做碱可不能仓促上马呀。我在跟你说话，你有没有听见呀？你怎么那么冲动呢？我冲动？这范旭东还是学化工的呢，我看他不如张姐有自知之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当真以为我这几年在9大是吃白饭的吗？这在实验室里，我2年前就做出来了，但这是做碱，这上了规模，跟实验室这里一星半点，根本是2码子事。而且我敢担保，这2个人在南方能做得出来，
到了北方，在实验室里，他都说不出来。你等着看好了。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呀？我说了会有人听吗？听，我听。你告诉我，为什么在南方实验室里能做得出来，到了北方就做不出来了呢？这不是三言两语随便跟你解释得清的。你等着看好了。什么？我等着看，我等着看。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眼睁睁看他们失败，对吗？对，我就是在等着看他们的笑话。你知道我艺术中为什么他现在还留在九大吗？我就在等这一天。易书中，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心胸这么狭窄。范旭东真是看错你了。你去告诉你的范旭东，我是不会走的。他赶我走都不会走。我一直会等到事实证明神对神说的那一天。哎呀，你怀孕的时候他不回来，生了孩子他还不回来，也就徐福你能容忍得了他。他最近忙，口岸有了，原研也有了，他还忙什么？说是要质检了。质检？说不定啊，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呢，设备还要托你从日本进呢。他有质检技术呢？具体的还真不知道。对，你少管他这事儿也好，少操心。哎呀，对了，我公司呢还有些事儿，我就不等他了，先走了。你呢，好好休息，好好看孩子，啊。好，各自了。陈立信上钩了。好，陈立信的研要买，但我们三井的精研要推迟在南方上市。为什么？范旭东要做纯检了。他要做纯检啊！我们现在要大量囤积原研，按兵不动。这一枪一定要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打出去。于德先生，有个英国人上午送来一份请柬。说什么？不内门的人约我们3天以后见面。英国人也要行动了。我们检讨就准备建在那里。陈先生，关先生，我们还储备了大量的盐坨，在海边呢还有3000亩盐田，做碱应该是具备了条件。现在不做，更待何时？对对对。那是我们正在修的铁轨，整个防晒铁路连通以后，长城的煤炭就会源源不绝，我们年检搬运就更方便了。哎呀，范先生，身为一个化学家，看到这么丰富的资源，谁要是不雄心万丈，那都不是大丈夫。好，来，放好，大家都歇会儿啊。子良，来了，来，哎，来了。范先生，怎么样？工人们硬住劲儿，把明天的活也干完了。是吗？好，那今天给你记抽分不？那咱们这日子就更有奔头了。这就是人心齐，泰山移呀！啊！哎，关先生，关先生，哎，去那边之前扯检查。好好好，走走好。你今年多大？28，是吧？你记得真清楚，范爷。过2天抽时间到我们家去一趟。我夫人找你有事儿。哎，今天都怎么了？怎么都不唱了啊？都是受苦老吃了，九大待我们这么好，今天又有这么多贵客在，怎么好唱这么丧气的歌啊？哎，都唱了啊，你们都给我唱了。
唱出来，陈先生才知道以前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对不对？唱出来！好嘞，兄弟们，咱唱起来！天黑了，心里有事睡不着；打闪了，咱看夜间多秋秋；雷响了，咱快马举奔着地；下雨了，咱快马加鞭散大火；吃饭了，咱盐木还是没有油。这是从前给盐巴干活时候所唱的歌，如今在九大，顿顿2荤2素2斤饺。对，每天只算半小时。现在享福了，该干词了吧？范先生，这大家都说啊，塘沽九大就是中国化工的耶路撒冷。今天我算是见识了。范先生，不看了，赶紧去做实验吧。陈先生，你不要那么心急嘛，在九大要听范先生的安排。放心，一切都为你们安排好了。好，来，请。坐呀。夫人，范先生说你找我。瞧你们哥俩刚才在院子里为难那个样子，到底有什么事那么难开口？还是你们先说吧。说呀，你先说。还是你说，你先说的吗？到底什么事啊？这事不是你自己大包大揽的吗？怎么又变成我自己说了？你这么为他三粗大老爷们，这种事还要我来做？嘘，吓着孩子了。子良，你说。我说就我说。少棠给小毛托梦了，说让我去雅致。想去雅致就直说，干嘛还要说少棠给小毛托梦？真是少棠给小毛托梦了，不信你问他。小点声。好了好了，那你自己怎么想？我当然想了。少棠走之前，我跟他都说好了，当时我就保证让雅致3台不沾。3台不沾？就是1不沾井台，2不沾磨台，3不沾锅台，里里外外所有的事情都归我，我保证对他好。你别老是笑啊，到底行不行？你给句话啊！光是我说了不算，还要听雅致的意见。其实今天我叫你们来，也是为了这个事儿。前些天老太太说要给雅致找一个可靠的人，范先生说你不错，让我来考察考察，还要听听你的意见。我愿意，我听您跟老太太的。好，这个事儿我会跟雅致说的。嘿，那就妥了。小东快干嘛？哎，瞧你乐的，人家雅致还没吐口呢。哎，你干嘛？你们营养房给我，我娶媳妇要用钱呢。好啊，你翻脸不认人，我给你做媒的。你做什么媒了？你屁都没放，就说了一句，那就妥了。有你这样的媒人吗？真正的媒人是范夫人和老太太。你把一门营养还给我。你就让可怜可怜我，我还买银田呢啊！行吗？真财迷。哎。这东西卖了买盐田，得值个1亩2亩吧？啊？这镯子我都戴在身上好几年了，等雅致过门那天，你就给他戴上，我就等着给你闹洞房。哎，50多年前比利时人苏维尔之碱，是不是这个法子我不知道，但盐胺二氧化碳经过化学反应是能做出纯碱。主任，
易先生请来。哎，还是我去吧。跟大家久等。余德先生，你好。你好。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演武术会班的丁恩先生，这位是英国驻华使馆阮立先生。你好。这么大的阵势找我来，不知道有什么急事。范书东和九大摆出的阵势，不必我们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有多先生是趟不会追的白来。